穿越到修仙界后，才体会到老师说学好物理化，走遍天下都不怕。这句话的良苦用心。东门比50，大师兄答不上，4乘8除以2减3的结果而落败。二师姐听不懂。What's your name？ 遗憾出局。三师兄背不出“杨花落尽子规啼”的下一句，惨遭重伤。后来我才知道，在这个修仙世界中，每个人共有6大灵根，分别是雨、树、万、物、化、生。我一脸懵逼，风中凌乱。你们这个修炼方式好像不太对吧？高考结束的隔天，我刚睁开眼，就穿越到了一个修仙世界。一阵头痛后，新的记忆便涌了进来。我名叫苏延清，自小父母双亡，是个孤儿，破例被逍遥宗收为外门弟子。师父说我天资欠缺，与修仙无缘。我刚穿来的这天，恰逢仙盟大选，我们赶到了9州第一的青云宗。师父的希望很简单，赢下一场就行。代表宗门第一个上台的是敦厚老实的大师兄，他的对手是来自青云宗的少年青瑶。没想到第一战便遇到了青瑶，看来这次出师不利呀。而台上的2人相互拱手示意后，大师兄率先摆开架势，准备出手。我的心也紧跟着炫了起来，不知是否能看到修仙小说里那些炫酷的招式。只见大师兄气沉丹田，大喝一声：“2乘3等于多少？”而庆耀气定神闲，等于6。微微一笑，顷刻间，一股无形的力量将那道罡风打散。围观的群众欢呼叫好，我却在台下看得一脸懵逼。等一下，你们这都是什么玩意儿？小学生算术题啊！真不愧是100年一遇的天才，前途不可限量啊！100年一遇的天才，前途不可限量啊！听着周围人的称赞声，我满头问号。你们都没学过乘法口诀表？3乘4，5乘8，7乘9，12、40、63。4乘8除以2减9等于多少？一股强大的剑气向着大师兄袭来，大师兄顿时脸色惨白，像是拿不出这道题的结果。刚做剑，大师兄只能被动防御，可那道剑气极为强横，轻而易举地击破了大师兄的防御。大师兄闷哼一声，整个人狼狈地倒飞出去。竟然是乘除混合运算！难道他已经突破到4年级的境界了吗？我还是第一次见到如此年轻的4年级强者，简直是恐怖如斯！合着你们这帮搞修仙的，小学都没毕业是吧？不想为大师兄的淘汰下一个是二师姐。方一上来就展开了密集的对攻，各种加减乘除法来回碰撞，一时间难分难解。下一秒，在我无比震惊的目光中，少女竟然张口来了一句：“好阿尤。”一堆奇形怪状的字符凭空显现，直奔二师姐袭去。二师姐愣了一下，联想回应：“木饭3克油，安的油。What's your name？” 二师姐像是没听懂这话意思，那串字符如同枷锁一般牢牢钉在二师姐身上，令少女正式出手，轻而易举的便将二师姐击败。能将鹰咒运用得如此熟练，看来天蓝宗也是后继有人呐。你们这个修仙世界还挺国际化的，连英语都能修炼是吧？最后代替宗门出战的是3师兄，他的对手名叫周阳，来自无极谷。宋木师兄，好久不见了。宋木师兄，去年你无故夺我灵药，这笔账今天我可要好好跟你算一算。周师弟为取灵药，药气整村百姓的性命于不顾，此番行径，宋某实在看不过去，还望周师弟谅解。哼，要是我没记错的话，你们逍遥宗已经连续5届仙境大选，未取1胜了吧？按照规定，倘若此战再败，你们的古老宗派便会被联盟彻底除名。此话一出，3师兄不禁脸色一严，就连师傅也轻叹了口气，显得忧心忡忡。床前明月光，疑似地上霜。举头望明月，低头思故乡。危楼高百尺，手可摘星辰。不敢高声语，恐惊天上人。两人一来一往，缠斗了5、6手武士，始终没能分出胜负。周阳死死盯着3师兄，脸色铁青。杨花落尽子归啼，闻道龙飙过5息。不知为何，周阳拳风威力猛然上升，3师兄仓促间躲闪不及，硬生生挨了这一下。3师兄昏死过去，周阳仍不肯放过，再度掠起拳意打向他。低处早迎蒸暖树，谁家新燕啄春泥？那一拳攻势迅猛，明显是置3师兄于死地。我自幼与3师兄感情最好，情急之下，我必须立刻出手。那道无比强横的拳风已掠至眼前，我竖起手指迎着拳风大喝，花剑与迷人眼，
浅草才能没马蹄。在对手无比错愕的目光中，那道拳风瞬间被化解，只微微扬起了我的一角。这小子看着还很年轻吧？竟然能掌握如此复杂的古语。这是哪个宗门的？怎么此前从未听说过？不清楚啊。我无暇顾及周围的那些窃窃私语，只要死死地盯着对面的周阳。小子，你找死！尊清酒斗10千，玉盘针修值万钱。单论古语而言，那个周阳恐怕已经是初中生级别的强者了。哪怕只是初1级别，也不是区区小学生就可以抗衡的。看来那小子要糟了。而我完全无视了周阳的那一击，只是缓缓闭上眼，沉声念道：“豫章故君，洪都心腹，心分一针，地接横庐。”随着每一个字音的吐出，一股奇异的感觉涌上心头，仿佛是春风化雨，水到渠成。一抹清凉从我心底流出，扩散至四周。进三江而带五湖，控满境而引欧越。物华天宝，龙光射牛斗之虚。这是高中生强者，那小子竟然踏入了高中生之境。如此年轻的高中生强者，他究竟是什么怪物？就在我准备给予周阳最后一击时，一个干瘦的老头突然出现在周阳跟前。师傅，救我！小子，若阿与 B 之比为3比4， B 与 C 之比为2比5，那么阿与 C 又当是多少 ？Answer me。6比10。小子，有点意思。那位老者好像是无极谷的谷主，他可是为货真价实的初中境强者。听说这位谷主20岁便突破至初中境，30岁初1，50岁初2，80岁就踏入了高中境啊！而且他还是先天生灵根的体质，极为特殊。就在那个老头刚准备再度出手的时候，2道身影突然出现在了会场中央。仓谷主，何必跟晚辈大动干戈呢？这小子擅自干预仙境大选，还遇伤我徒儿，如何能忍？我徒弟技不如人，我无话可说。可他分明已无力再战，你们还要逼他死吗？你们无极谷却还不收手，未免有些欺人太甚了吧？哼，刀剑无眼，死了便死了，要怪也只能怪你们逍遥宗竟出现废物。明明是他作弊在先，他的袖袍有古怪。臭小子，你再敢乱讲话，小心我撕烂你的嘴！老不死的，你再敢威胁我徒弟一句试试！旁边的青云宗宗主轻叹了口气，手掌一翻，周阳的袖袍被凭空斩断，出现在了他手里。那2个袖袍内侧绣着密密麻麻的小字，正是先前周阳所背出来的那些古诗。徒弟无耻！这样在小看，这下无极谷脸丢大了！丢人现眼的东西！孽徒管教不严，让萧宗主见笑了。不知缥缈宗何时出了这样一位如此精彩绝艳的高徒，老夫还真想跟他切磋交流一下。老不死的，你要是想动手，我陪你打。只要这小子能接下我3招，你们缥缈宗不光能保住9州内的宗门席位，我无极谷还愿意无偿让出3条地脉。这无极谷还真是下血本了。众所周知，每条体脉都有着充沛的血气、无尽的习题，还有往届飞升大能的批注笔记，堪称开宗立派的根基。哪怕是青云宗，目前也只有10几条体脉。区几条体脉而已，如何能跟我徒弟的安危相提并论？师傅，我想试一试。燕青，那个老不死步入高中境多年，实力深厚，不可意气用事。师傅，我自有分寸，相信我。青，这个护身法器你收好，关键时刻可保你一命。好一个护身法器！我低头一看，那竟然是个破旧不堪的土改带。没想到你还真敢答应下来。不过我有一个额外要求，在我接下你3招后，你也要接下我1招。好，本谷主答应你，就将一个 DNA 分子进行标记，让其连续复制3次，在最后得到的 DNA 分子中，标记的 DNA 分子占 DNA 分子总数的多少。排山倒海的威压朝我袭来，几乎要将我生生碾碎。1/4，漫天威压随之消散。仓谷主眉头微皱，表情开始变得严肃起来。我
干算链中的歼机组成为30%的 A、30%的 T、20%的 G、20%的 C， 那么它是一段什么？一条巨大的 DNA 双螺旋结构出现在我头顶，带着无比凶悍的气势向我砸过来。双链 DNA， 话音刚落，空中那条巨大的双螺旋便碎成璀璨光点。借我这最后一招试试。现有足量的干盐酸、丙盐酸、谷盐酸3种烟基酸，它们能形成的三肽种类，以及包含3种氨基酸的三肽种类，分别最多有几种？3个颜色各异的光球四散又合拢，以一种极为诡异的线路朝我冲过来。27种和6种，那3个光球骤然爆开，而我毫发不损。这怎么可能？那小子竟然真的接下了！赌圣乔治3招！丁香，难道那小子也是先天生灵根吗？此等天赋，就算放眼整个九州，也是凤毛麟角的存在。3招已过，该换我了。我闭上眼，过去3年里刷过的无数习题，此刻全都清晰地浮现在脑海深处。等我再睁开眼时，双眸如同一汪深潭，深邃无比。假设在宿主细胞内部发生间基之间的相互转换，请利用放射性同位素标记的方法，以体外培养的宿主细胞等为材料，设计实验以确定一种新病毒的类型。顷刻间，无数剑刃凝聚出来，对准了苍谷主。我的实验思路是……可他支吾了半天，却什么都说不出来。漫天坚刃骤然落下，苍谷主的脸因痛苦而扭曲起来，尖锐的哀鸣回荡在整个会场间。萧宗主亲自上台，确认苍谷主已经昏死过去，无力再战。听到结果后，会场瞬间飞腾起来。哇，真的赢了！一招，只用了一招。堂堂高重生之境的强者，竟被我一招击败。年轻人，你的主灵根是什么？我不知道自己是什么灵根。师父同样来到我身边，看向我的视线里带着几分困惑。燕青刚入宗门的时候，老夫为他做过一次灵根测试，只是那时灵根测试没有任何反应。老夫也不知他怎么就踏入了高中生之境。那不如就先在本宗测试一番吧。以他的实力，定然可以前去仙境历练。事先探明主灵根，更能事半功倍。如此也好。燕青，你将手掌放上去即可。那块石板迅速变大，最后变成了长方形。啊，这特么不就是一块黑板吗？很快，黑板上便开始浮现出各个学科的知识，不光有语文古诗、数学公式、英文单词，甚至还有物理定义、化学元素、生物大分子。我的天，那小子竟然同时拥有6大灵根，而且每个灵根的天赋值都拉满了。就连一向沉稳的萧宗主，都忍不住露出惊诧之色。此次果然与众不同，或许九州真能免遭一番劫难。仙境大选结束后，我与另外3人顺利脱颖而出，获得了进入仙境的资格。除我之外，剩下3人分别是青云宗的庆瑶、天揽宗的柳芊芊，以及昊天门的周旭。仙界每5年开放一次，里头1个时辰相当于外界10天，每次最多只能进入4人，而且只能带12个时辰，否则就会走火入魔。据说仙境内有着无上秘宝，不过里面同样有危机重重。稍有不慎，就有可能殒命于仙境之内。出发前，师父和几位师兄师姐围在我身边，对我千叮咛万嘱咐。师弟，保重，一定要平安回来。还掏出了一堆涂改带塞给我。你们身上肩负着九州的未来，切记要注意安全。如今魔界蠢蠢欲动，对九州虎视眈眈，随时都有可能卷土重来。你们若是有谁想要退出，现在还能提出来，等进入仙境，可就再也没有机会了。剩下几个人相互看了看，没有一个人开口。那便预祝你们此行顺利。萧宗主一挥手，开启了我们脚下的传送法阵。一阵刺眼的白光随之亮起。等到光芒消散后，我们像是被送到了一座洞窟内，旁边的石碑上赫然刻着3个大字，果然是图书馆。太对了，哥，太对了。仙境内危机四伏，大家尽量不要分散。然而我们4人刚走出去没几步，洞窟周围突然传来一阵猛烈的晃动，面前的石壁轰然倒塌。3具已经化作枯骨的尸体从墙后站起身，他们身上穿着破破烂烂的道袍，口
口中喃喃自语。在菱形 ABCD 中 ，AB 等于10，角 B 是60度，则 AC 的长音是多少？是风披露，举目疏索，无可语言者，该如何断句 ？What is the purpose of your presence here？ 大家小心，这些都是初中生级别的强者 ，AC 的长音为10。出风披楼，举目疏俗，无可语言者。The purpose of our presence is to acquire knowledge. 青瑶师哥，我要撑不住了。青瑶不愧为年轻才俊，实力非凡，稳稳压制着前方的诡异残骸。可他一时间也分身乏术，无法腾出手援助陷入危机的同伴。我闪身至周旭跟前，手指并拢，指向面前的那具枯骨。函数 y 等于 x3次方加 x 的递增区间是多少？那具枯骨哀哀一怔，明显是答不上来。强横的气劲自指尖迸发，瞬间便将那具风化的残骸击碎。紧接着我又感到柳千千身边，口中念道 ：“He bought a knife and fork. To eat。”错了，是 to eat with。英文符咒缠绕在枯骨身上，逐渐缩紧。哼，随着咔嚓嚓一声，那具枯骨便彻底散架了。谢谢。而另一边的青瑶，也凭借一句会挽雕弓如满月，西北望，射天狼击败了对面的枯骨。想必他们以前都是个大宗门的前辈，却不慎走火入魔，道心破碎，永世被困在这仙境之中。这竟然是失传已久的语文基础知识手册，还是修订版，还有数学公式定律天天背和英语词汇随身记。有了此等宝物，只要勤加修炼，突破出终生境界指日可待。只有我两眼一黑，感觉死去的回忆突然开始攻击我。周旭和柳千千捧着宝物，忐忑不安地看向我。没有我，他们俩很难从那些枯骨手中全身而退。我连忙疯狂摆手，示意自己不需要那些宝物。毕竟这么多年，这些玩意儿我都快看腻了。随着我们4人继续深入洞窟，我也渐渐摸清了这个仙境的路数。周围忽然响起了一个熟悉的广播声。The price of the shirt is £9.15. 好家伙，英语听力试音试吧。而在另一个洞窟内，墙上直接浮现出一篇古代诗歌，并要求对这首诗歌里的某句话进行赏析。更离谱的是，在最深处的一处洞窟里，墙壁上刻着一个4棱锥 PABCD， 底面 ABCD 是菱形 ，ABC 等于60度。PA 垂直于底面 ABCD、EF 分别是 BC、PC 的终点，要证明 AE 垂直于 PD。不光如此，图上的 PD 之间还有动点 H，EH 与平面 PAD 所成最大角的正切值为某数，求二面角 EAFC 的余弦值。此洞窟的威压之强横，就连我都感到有些棘手，其余3人更是连反抗的能力都没有。不过幸好我的数学底子还算扎实，在经过一番苦算后，我顺利化解了洞窟内的威压。在我的带领下，我们4人不断深入洞窟，期间也收获到了不少宝物。我听师傅提起过，此乃传说中的至宝圆规，此物画出来的圆形无比精准，半径也可随意调节。庆瑶看着手里的文言文完全解读，喜极而泣。柳千千甚至还找到了一个录音器，可以随时锻炼口语，不仅喜出望外。还有什么标尺、修改液、橡皮、太阳能计算器、新华字典。 5年修仙，3年模拟，全真模拟试卷，反正各种乱七八糟的东西搜罗了一大堆。看来此处仙境的极限应该是高中生大圆满的境界。经过这一番历练，此时的庆瑶已经隐约摸到了高中生之境的门槛，而周旭和柳芊芊也稳固在了初中生境界。多亏有苏师兄在，我们才能得以在仙境中修炼这么久。苏师兄天赋异禀，实力深不可测，未来定当不可限量。转眼间，12个时辰的时限就快到了，也是时候该出去了。庆瑶掏出传送石，捏碎的瞬间，随后他保持捏碎的姿势，眼神中透着期待。 察觉到周旭似乎低声念了句什么，念咒完毕后，周旭露出一丝冷笑。出乎意料的是，我们并没有按照计划回到青云宗，而是来到了一处荒凉的峡谷内。这是怎么回事？我下意识看向周旭，看来正是他在传送石上做了手脚。这时一阵妖风刮过，峡谷上方露出5道人影，为首的正是先前被我击败的苍谷主。我立刻意识到。 自己是遭遇到了伏击，小子，
今日此处就是你们的葬身之地。识相的就赶紧把仙境里的宝物交出来，